光臂为飞起来。注意看，俄罗斯大力士一脸凶神恶煞的来中国参赛，出场时还呲牙咧嘴、骂骂咧咧，就连见多识广的主持人都被吓到不敢说话，甚至还当众狂言中国选手都是不堪一击的饭桶，他一拳就能撂翻3个。但是看他这如同恶虎般的眼神，现场的女观众就已经被他吓哭一半。这个凶神恶煞的猛男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大力士米哈伊尔。这一场比赛迎战他的中国选手也是一个狠人，他便是日出东方，来自于中国山东的郑昭玉。他敢打敢拼，一向以挑战强者而闻名，曾死拼过荷兰不败天王阿尔伯特·克劳斯，还曾激战过波球大弟子苏波邦。他从来不畏惧任何强敌，只要你敢来，他就敢打。好，这场重磅级别的中俄大战马上开始。我们注意看左边选手，这个真是凶神恶煞。你说他吃小孩，我都相信。没错，这是俄罗斯选手的典型特点啊，他们的面部表情啊，一般都是非常的凶狠，这也是赛前的一种心理战术啊，他想要震慑住你，所以说要摆出一副我非常恐怖的模样。好，我们注意看两名选手已经开打了，红方选手郑昭玉，而蓝方选手这个大秃瓢便是米哈伊尔。两个人刚一上来便猛烈轰炸，互不相让。俄罗斯选手的技术特点就是玩命猛攻。我们看这个米哈伊尔打得非常的猛，刚一上来便亮出了他的3板斧，再配合上他凶悍的表情这是一种心理战术，一上来就想给郑昭玉一个下马威，想唬住我们。俄罗斯上来就是猛攻啊！这一方面呢也是一种心理战，就是3板斧，所谓的下马威。其实刚才霍里菲尔先也在讲，刚才在看到他场地边的热身，包括他的走动，包括他的眼神，非常典型的俄罗斯式的运动员，就像恶虎一样。我们讲的咄咄逼人呢，就不过如此吧。转身边锤，看来他这个打法呢，还是确实很颇具一些的个性化的一些风格。这场比赛，俄罗斯的大力士米哈伊尔贯彻了俄罗斯选手最擅长的1回合战术。没错，就是比赛一开始打得很凶，打得很猛但是如果1个回合拿不下，那接下来的2、3回合他就会非常难受。反观郑昭玉打得很稳，不慌不忙，连续的防守反击打得很精准，也没有被对方漂亮。这是一个很细的活这还不是低扫，这是一个勾腿，主要的作用呢是破坏对方的重心。对手一旦失衡的话，可以找机会补上一个后手的重炮，那效果会更好。应该是在上肢做的不得分，但是把对方的比赛节奏进行了干扰和压制。They change the speed of the game. 漂亮。打得非常的干净。It's hard. 黑方的重拳非常的重。而且我们看出一个风格，就作为俄罗斯选手他在攻击对方时候，他打完拳之后呢，对对方的颈部有一个控制。好，双方第1回合比赛结束，打得非常的精彩。虽然说这位俄罗斯大力士的火力非常的凶狠，但郑昭玉呢，他会以柔克刚，4两拨千斤把对方每次凶猛的攻势都成功化解。但不得不讲，对方的这个火力的确是够猛。我们单看身材，哇，这个家伙就像一个洪水猛兽他的身体硬件、身体条件的确是要比我们好太多了。好，第2回合比赛开始，看一下郑昭玉接下来的精彩表现。Because they both, that punch is really heavy. Do you think maybe one shot they can knock out? Well, I think that's what he's looking for. So much.
相信老的拳迷粉丝对视频当中左边这个黑人啊肯定是不陌生了。没错，他便是曾经战胜过拳王泰森的霍利菲尔德。就连这位世界级拳王啊都亲临现场来观看本场比赛。但是他呢并不是来支持郑昭玉的，他是来支持这个米哈伊尔。包括赛前这位世界级拳王也说了啊，郑昭玉的获胜可能不足1%。说的好听一点是不足1%啊，说的不好听一点啊，他是完全不看好郑昭玉。有时候未必能打出很好的效果。我们发现有些选手打的是很轻松，可是呢，有时候效果会非常显著。这应该有什么要点呢 ？So a lot of people, they threw the really heavy punches, but they didn't get the point. So do you think that they should, getting better quality, the punch? 他有个头，出手用头，对。黑方把红方逼到了这个角儿，而且黑方比较容易去主动进攻多一点。现在这个凶神恶煞的米哈伊尔，俄罗斯大力士明显已经没那么凶狠，没那么有劲儿了。他已经被郑昭玉以退为进、灵活的战术啊消耗掉了大部分的体能。也许对方是一个无坚不摧的坦克，但观众朋友们，没了油的坦克那也只是一堆废铁。对方给接腿，但是我们看他效果没有做出来。他刚才已经有了个抹脖，但是腿的地方没有像一个反向的一个顺的一个化解。我倒是觉得现在这个从黑方选手的这个命中率好像有所下降。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那由于在第一回合这位俄罗斯大力士啊消耗掉了大部分的体能，所以第二回合他的火力远没有第一回合那么足了。这就是一回合战术的弊端啊！如果一个回合拿不下，接下来的比赛只会越来越难打。第二回合的难啊，观众朋友们，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更难的还在第三回合。好，接下来看一下第三回合，郑昭玉该如何收拾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俄罗斯大力士。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会说呀，我们中国不是很友好吗？不是老铁和好兄弟吗？但是再好的国家也有一些败类啊，即便我们中国还有一些汉奸呢。先警告一次。是做了个提示，但是说这个甩法呢，其实对对方的这个攻势的破坏干扰还是显而易见的。think he need a knockout to win. The Russian guy. 啊，现在从霍利菲尔德先生讲，他可能就需要一个 KO 了，一个重拳的 KO， 否则的话，如果打不倒红方选手，他可能从点数上就要失败了。所以我们也说，就是形式上看呢打得很热闹，可是效果上呢，到底怎么样？我们看的是红方呢更善于利用自己的技术，掌握场上的主动权。其实从整个第二回合的整个有效击中点来讲，红方的拳应该是23-10，啊，腿是2-1，所以从这些点上来讲，现在霍利菲尔德也给出他自己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必须需要一个重拳，必须要把对方打倒。虽然说郑昭玉这个小伙非常的年轻，但观众朋友们，他的作战经验啊是非常丰富的。他挑战过很多强者，像阿尔伯特·克劳斯，包括波球的得意门生啊苏波邦，他都打过。他从来不畏惧任何强敌，所以说今天面对米哈伊尔这凶神恶煞的猛虎啊，他也是完全不惧。好，第三回合了，这个米哈伊尔竟然还有体能，他还是不断的前顶。但第三回合很明显，郑昭玉不再退了，他选择了和对方硬碰硬。在前两个回合，我们一直都是引蛇入洞啊，牵着对方走。但这一回合郑昭玉，我们看连防守都不做了，哇，这真是要和对方白刃战拼了。It's a very physical game.
the Chinese guy showed that he got heart. He got heart. 这 He back and back. 用霍里菲尔讲，中国的孩子表现出更有心计，而且他更有智谋。所以我们打比赛呢是用全部身心去打比赛。It's a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well prepared game. Yeah. So it don't go by looks. Right? 从他的解读更加说，你不要光看他块儿大啊，不能光看外表。我们有一句哲学用语叫"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开始。的确，这场比赛俄罗斯大力士米哈伊尔呢是一个典型的纸老虎啊，看着挺唬人，看着挺吓人，浑身的肌肉啊，你看钢筋混凝土一般。但真上了擂台，真打起来的话啊，好像也没那么凶啊，也没那么狠。要知道，这个米哈伊尔的体重要比郑昭玉呢大了23斤呐。好，比赛结束。很可惜，这场比赛没有产生 KO， 但是场面和比赛啊，绝对是足够精彩啊，从头打到尾。现在很少有这种比赛了，因为现在很多比赛都是稳中取胜打点，但这场比赛显然相反啊，是全程在对打。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郑昭玉点数判定获得胜利，同时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眼前这个嚣张到出场都要带着2个艺伎的，就是日本狂徒马场伸孝。嘻嘻哈哈的表情加上夸张的动作，让他变得是非常欠揍。结果上了擂台，中国小伙3下5除2就把他打到找不着北，看的是实在解气。那马场伸孝之所以敢这么嚣张跋扈，完全是因为在日本赢的比赛实在是太多，所以导致他根本不把所有人放在眼里。但他不知道有句话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今天他踢到的这块铁板，正是中国抗日猛将王洪祥。从王洪祥进入拳坛至今，他遇到的日本选手个个被打到再也不敢来中国拳坛撒野，所以王洪祥更是被称之为民族英雄。那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红色拳套红色短裤就是民族英雄王洪祥，另一边蓝色拳套黑色短裤的就是小日本子马场伸孝。那有人说王洪祥是传奇，也有人说王洪祥是神话。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神一样的人物到底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身材比较高嘛，我先用车外腿控制下距离，先看看对手是擅长什么，然后我再进攻。日本选手一直没有出招，对，不知道他现在都有什么活啊。现在马场伸孝一直想近身，想用出拳，一直在等机会。这个双方啊，得要有一个了解的过程啊，现在等于是在相互了解。因为从这个比赛镜头的目前位置来看，现在王阳车外腿是对的，后掌啊，就这一个后手拳，就这一个后手拳。那王洪祥的这一下是差一点把小日本子打出了擂台。起身之后，王洪祥乘胜追击，连续重拳。小日本子刚刚被打倒，还没有缓过劲儿来起身又是挨了几拳，想要反抗，但是根本没用啊！王洪祥这个打的实在是太猛了，又一次击倒，小日本子完全被打懵了。他已经开始质疑自己为什么要来参加这场比赛。全场积分，马场伸孝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马上现在缓过来了。王洪祥的防守很严厉啊。通过这一段的调整，现在马场伸孝已经逐渐的苏醒过来。这时候王洪祥不要大意，因为对方非常擅长拳，他不跟你拼腿的情况下，控制下距离，再找机会，不要急。在继续比赛当中，现在动画版英雄王洪祥的优势很明显，他的特点，他的技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显现无疑，一个后手拳。
那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看马场申孝的这个状态啊，用抱头鼠窜来形容简直是太合适不过了。王洪祥只要是进攻啊，这个小日本子抱着自己的脑袋疯狂后退，而且这个表情啊也是非常的害怕。不过王洪祥打得越狠，咱们看的也就越舒心。王洪祥的一种战术上的一种变化。那个我们的现场观众啊，这个也是激情飞扬，很多嗓门大的啊，现在也都开始在呐喊助威。王洪祥打得很巧，是蓝方倒地，王洪祥得了1分。那在一番激烈的战斗之后，双方这时候已经有一些累了。看到王洪祥的进攻也没有那么猛了，不过这个马场申孝依旧是不敢上前。我们看呢，这个虽然步伐向前的但是拳头一直没有打出去，因为他只要出拳，挨揍的是他自己。机会，这就有机会了，对，就有机会了，他防守空档已经露出来。这个是看的慢放是这个马场申孝是把腿送到王洪祥怀里的啊。那看到马场申孝面目狰狞的踢出一脚，结果是自己倒在地上起不来。现在还想去顶膝进攻，不过王洪祥的防守做的也是非常到位啊。这是王洪祥第3局比赛，蓝方的日本学校。体重是81公斤，而王洪祥的体重是83公斤。从身高来说，马场申孝的身高在1.85米，而王洪祥的身高只有1.76米。王洪祥的这个王洪祥很注意防护，对头部的防护，只要头部不受到重击，其他的部位这个抗击打能力是没说的。因为打到目前来说，刚才这个在这个场面上肯定王洪祥占很大的优势，但也不能大意。那马场申孝是一点记性都不长啊，这一次直接被王洪祥打飞了起来。看到马场申孝直接腾空而起，摔在地上啊，这一下估计是要了老命了。现在马场申孝明显对王洪祥的后手拳的防守还是比较成功的。很多观众喜欢看王洪祥这种进攻。现在时间还不到，距离第3局比赛结果还有1分35秒，还有1分35秒。是蓝方倒地，红方得了1分。还有1分20秒。今天啊，我觉得日本这个马场申孝失足在什么？他尽管想逼近对手，但是出拳太少，就是你的这个技术还没有发挥出来。他又从心理上有点，但是确实不得不说啊，马场申孝打得不行，但是还是有点毅力的。被打成这样了，还是没有投降。上来之后又是一个侧踹。那这一整场比赛，马场申孝全程都被王洪祥压着打可以说打的是相当的憋屈了。
和他在日本打的比赛是完全不一样啊！平时他在日本是呼风唤雨，来一个打废一个啊，现在是遇到了王洪祥，确确实实是踢到了铁板呐。这是王洪祥的第26场比赛，王洪祥即将续写他的神话。最后的20秒。这是王洪祥在前面还有没有轻量腿？对，增加距离。因为这时候刷对方的体能优势发挥出来，增加距离，不给对方后出拳的机会。好的呢，现在比赛结束了，两人打了3个回合，不过这个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了。而且这个小日本子我们看啊，已经不想看结果了，无言去面对。那最后让我们恭喜王洪祥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一期再见。中国100公斤级的全新希望邱鹏程一晚上连斩2名大体量级选手，惊呆现场观众。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为您带来2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对局。我们的邱鹏程大战美国的2名拳王。这一场比赛呢，我们邱鹏程要打的就是号称美国功夫熊猫的大体量级选手史蒂文·班克。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邱鹏程了，他是中国100公斤级的全新希望。观众朋友们，过去是一位专业的散打运动员，现在转战拳击比赛，属于是一名重炮型的选手，擅长使用连续的重拳，可以说实力相当了得。那么现在中国这个大体量级的比赛啊，鲜有出色的选手，邱鹏程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又迎来一位走出中国征战世界拳坛的悍将。而您现在看到的则是他的对手，人送外号功夫熊猫的史蒂文·班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是美国拳王，曾经在美国各大职业联赛效力，与其身材极不匹配的身手，尤其是那个高扫腿啊，让人是防不胜防。那么这一场比赛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推过东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马上开始。我是科学乔博。好的，第一回合一开始，我们的邱鹏程啊，根本没有在乎对方这个体量级要比自己大啊，直接是先进攻，这个进攻欲望很强啊，也是打了史蒂文·班克一个措手不及。这个身材看起来很不错，是的，大重量级的肌肉线条这么好。邱鹏程是一名重炮型的选手，善于使用连。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史蒂文·班克啊，确实比我们的邱鹏程啊高出来很多，也胖出来不少。哎呦！我们的邱鹏程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进攻非常的迅猛，根本不看你是不是比我高比我壮。这个肉不够这个坚实，但实际上的重拳也很重。是的，特别是他的高扫踢啊，经常让人防不胜防。那么之前我也说过了，史蒂文·班克呢，别看长得壮，这个身手很灵活啊，尤其是高扫腿让人是防不胜防。那么面对这种选手，我们的邱鹏程也是选择打一个近身啊，不给你使用高扫腿的机会，很聪明。要把速度感打出来，你年轻气盛，速度比他快，因为你毕竟要比对方轻20多公斤的移动速度肯定要比他快得多。而且年轻啊，要用自己的节奏打。对。在这个大体量级里啊，很少能看到我们邱鹏程这么清晰的肌肉线条，长得确实是壮啊。反观这个史蒂文·班克的话，就胖得了一个。还用腿法。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呢，功夫熊猫是力克中国的拳击冠军阿斯哈提，说明他对防守这种拳法还是有自己非常独到的一套体系。漂亮的一记重摆，我们的邱鹏程也是一直在紧抓着自己的节奏。所以中国散打运动有中国散打运动员这个特点，你像那个邱鹏程。他练散打了，他就移动速度快，年轻嘛，移动速度快，这是他的特点。你别看功夫熊猫体重比他重20公斤，他的现在功夫熊猫拳法还没发挥出来，重拳没打出来，打出来的话，那个邱鹏程有点撑不住了。那么邱鹏程呢，自己也说过，自己在当散打运动员之前啊，是考虑着说在街边摆摊卖烤冷面什么的，后来也是机缘巧合，哎呦，漂亮，很漂亮的一记抓单腿。
可以看到这个史蒂文·班克这个肩上啊，好像是已经被蹭出血来了。那么之前呢，修鹏程也是打算说干一点小买卖嘛，后来机缘巧合才做了散打，再后来就是转战拳击。我们的修鹏程也是在这个道路上发现了自己的闪光点。所以这个重量级这个拳手的比赛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就是有时候一拳打中就改变局面了。好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这一回合我们的修鹏程打的是非常的好啊，有进有退。那么这个史蒂文·班克也是打得有些难受，对手太灵活了，没有发挥自己全部的实力。我们来看一下比赛回放，他也是没有料到啊，修鹏程在一开始竟然选择主动进攻。一般来说，对这种大体量级，尤其超出自己攻击很多的，都会选择一个被动防守，因为怕承受不住对手的重拳。但是我们的修鹏程呢，也是表现得很果决，直接选择主动进攻，打了这个大胖子史蒂文·班克一个措手不及。第二回，我想这个功夫熊猫开始发力了，低扫踢，双方都已经开始通过阶段互相了解了，包括对力量有感受。好的，第二回合，哎呦，小心一点啊，这个擂台有点滑。也可以看到史蒂文·班克也是认真了起来，这个主动进攻啊，明显比上一回合要高出不少。修鹏程还是要打得稳一点。出拳的时候的勾腿这种，经常把对手勾倒。对，但今天好像他的这个漂亮近身，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持续的击打，没错，就不应该给史蒂文·班克太多机会。像他这种选手的话，漂亮，直接是将史蒂文·班克击倒。哎呦，这一击左右摆打得非常的猛啊，不愧是我们的100公斤级新星，全新的希望修鹏程。强度范会至少会扣到2。哎呦，真是没有想到啊，史蒂文·班克竟然还能挺住，但是修鹏程不要给他任何机会，直接将他清出比赛。结束了，这个裁判会终止，结束了。漂亮，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的修鹏程竟然直接将这个史蒂文·班克啊给打懵了，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让我们恭喜我们的修鹏程。明了一点，中国的大级别好，中国的大级别也是。9秒 KO 获胜，洪峰胜。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么第二场比赛啊，这是同一晚上发生的。这次我们修鹏程的对手则是美国的另一位拳王维吉尔，而且特别有意思的点是，他是史蒂文·班克的好友，这次出战也是为了替自己的好友复仇。他这个站立作战啊，据说是极强。我们的修鹏程还是要小心一点，可以看到一开始的双方打的又是很猛，这个维吉尔的进攻啊，感觉比这个史蒂文·班克还要猛。这种非常高难度动作，但是我们这场比赛要看维吉尔。曾经有人评价到，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人像维吉尔这么凶猛，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像维吉尔有着这么强的抗击打。可以看到，我们的修鹏程也是没有怂，选择继续与对方对拼。曾经在史泰龙的《洛奇》电影当中，他曾说：“人生就像一场拳击赛，不在乎你要走多远，而是你头上来了多少拳，你还能够冒着暴风骤雨而前行。”好的，我们的修鹏程也是稳抓自己的节奏啊，试图打乱这个维吉尔的节奏。但是维吉尔啊，不光是站立作战能力极强，而且抗击打能力也相当不错。所以说，想打乱他的节奏，可能需要费一定的功夫。非常大，但是他的爆发力还有拳腿的连接的流畅性都是极为的出色，像一个中小级别的选手。现在的大级别选手其实也非常灵活，像刚才的这个修鹏程直接高边就上头。是的，我看到这场比赛，维吉尔面对于修鹏程，能否修鹏程这场比赛是非常急切的想要达到2场连胜的这么一个势头，但是这场比赛来看到维吉尔来者不善，首次在好的，又是一波对拼。那么这个维吉尔呢，也是喜欢出重拳啊，看得出来出手很狠辣。哎呦，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都是打红眼了啊，直接硬吃对手的进攻。的进攻顶住的压力再次反扑。双方拼得太凶了，像今天的比赛很有可能要有人被 KO 掉。是的，第一回合双方就这样对攻，在大级别。哎呦，可以看到这个维吉尔出拳是狠呐，直接把我们
那个修鹏程的这个牙套给打出来了。双方对拼实在是太火爆了，双方在中近距离啊几乎没有1秒钟的停歇。比赛继续进行。能看到威吉尔他的站架是比较正面朝前的一种站架，这跟修鹏程站架极为相似，双方都互不相让。一扫踢，再去威吉尔，后手拳，修鹏程。那么第一回合后期，维吉尔，哎呦，我们的修鹏程直接是一击中摆，将维吉尔击倒在地。但是有一点可惜啊，这个维吉尔看上去好像还能打，哎呦，抗击打能力是真的强。但是没有关系，可以看到维吉尔已经是有一些踉跄了。我们的修鹏程也是没有放弃这次机会，选择继续跟这个维吉尔对拼。双方打的啊，这个火药味是愈发浓郁了。明显的这个，对，连续的重拳以及重腿。哦，这个林森应该是挽救了维吉尔。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那么这个第一回合比赛啊，我们的修鹏程也是打出了自己的气势。维吉尔也是没有想到啊，对手会打得这么凶猛。要不是铃声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修鹏程在第一回合应该是能 KO 掉他。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比赛拖到第二回合也不是不行。我相信维吉尔现在无论是体能还是状态都不如我们的修鹏程了。是的，刚才那个重击非常的重，特别的重，而且呢是结结实实是打到了维吉尔的腮帮。再看一下比赛的慢镜头回放，因为修鹏程和维吉尔两位选手呢都是不畏惧和对方对拼，一个反边拳，反手边拳，这是一拳哦，真结实，直接砸在这个腮帮。我是出了名的抗击打力是超强的一名选手。好，第二局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低扫踢。好的，第二回合比赛，维吉尔明显是在第一回合感受到了那种恐惧，选择是打一个后手，且战且退。程非常相似在哪儿，都在这儿寻找机会要那个 KO 拳，又是一拳跟刚才一模一样的这种倒扫踢。现在维吉尔想要找机会进行反扑。看到修鹏程啊，他的场外的指导在说真的假的混合起来。哎呦，我不得不说啊，修鹏程这个攻势很黏呐，也是抓着这个维吉尔在打。那么在蓝边的话，维吉尔可能觉得自己这个使不上力，也是打算打中场。真正的一边战士。对，但他现在面对的是中国最出色的大级别选手。是的，对这场比赛看到双方啊又是反边拳，大一点。修鹏程的态势不济，不容易奏效。这是因为是自由搏击的比赛，这时候可以用拳，可以用腿，也可以用膝，但是不能用手。是的，而且在不能。那么第二回合维吉尔这个心理防线啊，好像是被我们的修鹏程给压迫了啊，打得很怂，有点不敢打的状态。是的，这也比较凶险，然后很多这种著名的运动员也在地被 KO 掉。是的，这场比赛作为上海全民运动的开山之战，真是已经让全场的观众大饱眼福。修鹏程刚才假动作想要起前腿的高边腿，不知道是不是有后手拳隐藏在后面呢？哦，扫踢，转身的扫踢来。好的，虚晃打后手，漂亮！维吉尔直接被这一击中摆，干挺倒地，非常漂亮。裁判宣布比赛结束，让我们恭喜我们的修鹏程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再多了，因为他 KO 的是一位以抗击打力超强的美国印第安战士。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能觉得修鹏程实在是太厉害了，不愧是100公斤级的全新希望，一晚上连斩2名战将，而且都是美国的拳王，可见其实力绝对是不俗的。那么也希望我们的修鹏程能像他的名字一样，在未来的比赛中鹏程万里，走出世界。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有请颁奖嘉宾。